世界上最宽阔的瀑布，地球上最漫长的山脉。这里是探戈的故乡，这里的人们信仰着足球。精彩多样的自然景观和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广袤大地上物产丰饶，多元的文化在此交融并蓄。这里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度。对中国来说，阿根廷是存在于世界另一端的国家。无论往东还是向西，直线距离都超过2万公里，最大载油量的飞机仍无法直达。在这个有些陌生的国度，雨林和冰原并存，荒漠和海洋辉映，南北跨越3700公里的距离，造就了阿根廷多样的自然风貌。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全长接近9000公里，它的南端跨越了阿根廷的整个西部。就在这条南美脊梁上，隐藏着无数的美丽和记忆。如果想去安第斯山脉做一次深度旅行，找到雷蒙，你就成功了一半。今年62岁的他，是唯一熟悉解放之路的旅游向导，也是那一段重要历史的守护者。1817年，阿根廷国父圣马丁将军率军队翻越安第斯山，带领南美走向独立。1980, yo leí todos los libros históricos argentinos y interpreté que San Martín。38年间，雷蒙和数以万计的游客重走这条解放之路，追忆那段峥嵘岁月的艰苦与荣耀。今天，雷蒙精心准备，正等待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和雷蒙一样，卡洛斯对安第斯山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在过去的30年间，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会相约进山。En ese caso, la conexión con la naturaleza es directa, porque hay que extractar en poco tiempo la esencia de la montaña. 阿空加瓜，南美最高的地方，海拔6962米。数万年来的冰河和强风塑造了这一带独一无二的地貌。在卡洛斯眼中，安第斯是梦想与自由的化身，是阿根廷人特有的精神所在，也是他的画布最爱的景色。每一次进山都声势浩大，6匹马组成的马队驮着近半吨的物资，这些都是作画必须的装备。作为与众不同的巨木画家，卡洛斯的作品长度经常都在3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米。每次绘画前的准备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一切都是值得的。用这样的方式，卡洛斯记录下他眼中最真实的阿根廷。Te enfrentas al frío, el viento que te vuela la tela, y todo esto es sumergirte, es distinto que pintar cómodamente en tu taller
desde una foto o mirando el paisaje. Te estás metiendo adentro de la naturaleza y necesariamente 壮丽的安第斯山，北部神秘的丛林，辽阔的潘帕斯草原，南部巴塔哥尼亚的荒野与冰川。阿根廷每处独具一格的地貌上，都留下了卡洛斯的足迹。他在旷野之上，将身体的感受融入画笔，勾勒出对这片土地的。作为国家意义上的阿根廷，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度。现代的五光十色浸染着人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片土地缺少古老的记忆。圣胡安国立大学，马丁内兹和他的团队接到消息，伊斯奇瓜拉斯托国家公园有了新的发现。作为阿根廷科学界最出色的古生物考古学家之一，马丁内兹一直致力于探索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生物。在他心目中，只有从远古算起，阿根廷的历史才算真正完整。伊斯奇瓜拉斯托坐落在阿根廷中部，这是一片举世闻名的荒原。复杂的早期地质运动为这里留下了许多宝藏。地球上只有这块土地完整记载了2亿年前三叠纪化石的形成过程。África todavía estaba unida a lo que hoy conocemos por América, que surcaban ciertos ríos con abundante fauna o animales viviendo en ella. ¿No parece un elefantito echado? El dibujo del sombrero del Principito. Andando en 4 patas, digamos, arrastrándose en el piso y buscando. Y bueno, una vez que uno encuentra algo, comienza con un pincel. Si determinamos que eso que encontramos es algo interesante o de valor paleontológico, que lo llevamos al laboratorio del museo en la ciudad. 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马丁内兹有了新的发现。O sea, un antecesor de los cocodrilos. Este no es un dinosaurio y nos va a llevar 1, 2 o hasta a lo mejor 3 días para poderlo sacar completamente. 同样是在这里，1996年，马丁内兹有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一种新的恐龙物种。新物种后来被命名为史驰龙。2011年，科学界宣布，这是目前人类已知最早的恐龙。Parte distal de la cola. Porque tenía piernas muy largas, por lo tanto seguro era muy ágil y corría muy rápido.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片古老大地上的生命并非转瞬即逝，它们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得以延续。在伊斯奇瓜拉斯托的发现，让马丁内兹沉浸在兴奋之中。过去的40年间，他们与远古对话，寻找着这片土地凝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古老与年轻并存的阿根廷。大地曾激烈的涌动，孕育出远古荒原。凛冽的风不分昼夜，刻画出巨石的轮廓和天际线。纬度跨越半个南半球的阿根廷拥有的地貌奇观远不仅于此。向东，伊瓜苏河在雨林中轰然跌落，成为世界上最壮阔的瀑布。
4公里的宽度和高达75米的平均落差，带来了极具震撼的美景，也吸引着每年超过200万的游客来此朝圣。向南，静谧绝美的阿根廷湖，则镶嵌在安第斯山脉的最南端。这颗巴塔哥尼亚荒原上的明珠，是无数动物的家园。乘船穿过浩瀚的湖区，就能到达海拔仅有200米的莫雷诺冰川。冰川上的徒步虽然全长不到1公里，却是真正了解这个自然奇观的绝好机会。贝尔纳多是最了解这里的人，在他看来，相比地球上其他的冰川，莫雷诺20万年的年龄还是冰川界的小伙子，正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继续生长。当地球上大多数冰川都在急速消融时，这种活力成为它独有的魅力。Pienso que, bueno, por un lado son estructuras, es como una obra de arte cambiante. Cada año o cada mes subís al glaciar. 但要让这种生机永存，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除了担任冰川向导，贝尔纳多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义务工作。Podemos perforar, vamos a tratar de perforar unos 8 metros más o menos. 连续28年，贝尔纳多一直在记录冰川变化的过程，帮助科学家研究全球变暖的情况下莫雷诺冰川生长的规律。阿根廷的自然魅力远不止于此。往东北1000公里，铁锤形的瓦尔德斯半岛延伸到大西洋中，这里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被称为地球上的天堂。巴西暖流和马尔维纳斯寒流在这里交汇，为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也让这里成为了大量海豹和海狮的栖息地。比如这片悬崖下背风的沙滩。冬日的和煦阳光，让这里成为动物们的度假胜地。但下午3点，潮汐推动的冰冷浪花拍打着海狮们，下水还是离岸躲避，这是一个问题。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湾是整个南美地区近距离观察鲸鱼的绝佳地点。61岁的比尼诺是当地最有经验的海洋动物观察向导，40年的观鲸经验让他和这些巨型生物早已成为好朋友。Mi primer contacto con una ballena fue una emoción muy grande. Ya no me cabe la más mínima duda que fue el lugar óptimo elegido para desarrollar mi vida. 比尼诺总是将观鲸船停在一个相对较远的位置，避免打扰到它们。为了躲避南极海域的寒冷，每年的5、6月都会有接近2000头的成年南陆脊鲸回到这片温暖的海域产下幼崽。Lo que más se ve son madres con cría. Estas madres con cría están en un momento muy especial. El cachorro nace, la madre lo amamanta en ese periodo y vemos gran cantidad de comportamientos vinculados a la crianza. 体长超过18米的成年南陆脊鲸，需要凭借宽广而无背鳍的背部与拱状的嘴部，才能分辨出与其他鲸鱼的不同。不过，最醒目的还是它头上由鲸狮群落形成的硬茧。
在这片食物充足的海域，它们可以活到60岁以上。长久的观察，比尼诺清晰地知道它们每个动作所要传达的信息。 Ese salto está íntimamente ligado con el llamado a la cría. El mar no es un ambiente silencioso, focaliza y de esa manera por eso la madre puede conectarse con el cachorro porque ellos focalizan estos sonidos, independientemente del mismo sonido que hasta ese momento estaba ocurriendo ahí. 人们密切关注着鲸鱼的一切。经过仔细的统计，2018年这片水域有710头鲸鱼幼崽出生。 6个月的哺乳期后，当春天来临，它们会跟随妈妈一起去探索世界，在南极海域度过夏天，直到下一个冬天，再次回到这片家园。Tenemos la suerte, el orgullo de sentir de que la fauna silvestre acepta nuestra presencia en el mar y esto nos sentimos cómodos con ellos. No hay ningún tipo de agresividad, los animales realmente estamos en una armonía con ellos.10几年前，利诺买下一栋100年老宅，开始了他关于美食的梦想。 这里是阿根廷国土的最南部，被称为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它是这个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三面环山，一面远眺南极大陆，独一无二的海洋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物产。利诺的餐厅主营海鲜，招牌就是帝王蟹，但并不是每天来的客人都有运气品尝到。 En marzo, abril, mayo y junio, cuando las hembras están con mayor cantidad de huevos encima para no molestarlas, donde hay mucho movimiento de agua y el agua ya hay mucha, o sea que van a estar bien, ahí me deja reservada unas 20 más para la semana. 在乌斯怀亚，帝王蟹的捕捞有严格的监管，只有获得执照的船只才能在规定范围作业。10几年来，利诺一直坚持和捕捞船一同出海。 发酵后的鳕鱼肉是帝王蟹最爱的食物。将蟹笼沉入50米深的海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比格海峡中富含各种营养盐的海水为帝王蟹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 只有经验丰富的船长才会掌握捕捞地点的秘密。起网的时候到了。显然，利诺今天的运气不坏。 这些来自世界尽头的宝藏，成了利诺今天最大的收获。La manera de garantizarnos la continuidad, o sea que si reproductores y si la cáscara es la que el caparazón mide menos de 12 centímetros, también hay que devolverlo, o sea las pequeñas. 烹饪帝王蟹需要仪式感。 为了保证蟹的鲜美，利诺有自己的诀窍。 Siempre recomiendo que sea lo más natural posible. El agua que hay acá, que no la hay en otra parte de Argentina ni del mundo. Con el agua esa, el agua buena, el animal va a vivir mucho más tiempo y va a estar más relajado, no va a estar estresado. 一款帝王蟹发型是利诺开始烹饪前的标配。烹饪帝王蟹的方法有无数种，
但利诺只会选用最经典的那一款。100摄氏度，5分钟，一只蟹最本真的味道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Esta carne es más suave, no hay más rica, es la mejor. ¿Ves? 在遥远的乌斯怀亚，比格海峡特有的海产丰富着阿根廷人的餐桌。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安静的小城也丰富了全世界对地球的探索。这里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3200公里，但距离南极大陆只有80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人类前往南极重要的驿站。作为阿根廷南极洲教育负责人之一，雷斯加诺正准备第8次前往南极，执行一项特殊的运输任务。阿根廷人有强烈的家庭观念，他们规定所有去往南极的科考人员必须与家人共同前往。1978年，阿根廷在南极建立了38号学校，让那些远在极地的孩子们也能享受到同样的教育。Bien, vamos a embarcar en el C-130, el avión Hércules de la Fuerza Aérea Argentina, rumbo a Marambio. 让阿根廷这个遥远的国度不再遥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汇集在这里。他们的光芒灿烂了天空，汇成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阿根廷。